出师表》是诸葛亮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写成的？不去救援关羽的刘封和孟达，最终的下场如何？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为何要走岐山道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诸葛亮上书《出师表》及司马懿斩杀孟达。226年5月16，魏文帝曹丕病逝，年仅40岁。之后，由他和甄氏所生的儿子曹睿继位，即魏明帝，时年23岁。曹丕临死前留下遗诏，让曹真和曹休以及司马懿和陈群共同辅政。此时，诸葛亮经过2年多的休养生息，使得蜀汉国力大增。得知曹睿刚刚继位，他觉得北伐的时机已经成熟了。227年，诸葛亮在北伐之前给刘禅写了一封奏折，安排后事，这便是著名的《出师表》。他以恳切的言辞劝勉刘禅要继承刘备的遗志，赏罚严明，亲贤远佞，以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。接着，他便与赵云等将领率军前往汉中，为正式进攻曹魏做好准备。到达汉中后，他将大军屯驻于沔阳，即今天的陕西省沔县。北伐之前，他需要先解决掉一个人，此人便是孟达。当年刘备在阳平关打败曹操，占领了汉中之后，便命令孟达从秭归率军出发，前去攻打上庸3郡。孟达向北攻打房陵郡，房陵太守蒯齐兵败之后被杀，房陵郡被拿下。之后他继续率军西进，准备攻打上庸。刘备担心孟达难以独自完成任务，就让自己的养子刘封从汉中出发，与孟达在上庸会合。上庸太守申丹果然不敌，率众投降，并将妻儿和宗族全都迁往了成都为治。刘备任命申丹为征北将军，其余官爵保持不变。接着，西城郡也被蜀汉拿下。就在这时，关羽从江陵出发，攻打襄阳和樊城。不多时，他便斩杀了庞德，俘虏了于禁，进展非常顺利。他让刘封和孟达一起发兵前来，继续扩大战果。可他们拒绝了关羽的请求，拒不发兵。不久之后，徐晃率军前来救援襄樊，吕蒙又白衣渡江占领了江陵，导致关羽大败，无处可去。他便再次请求刘封和孟达发兵救援，可他们却以上庸等地刚刚归附，人心不稳为由，再次拒绝关羽，导致关羽败走麦城，荆州丢失。刘备得知关羽被杀的消息后，非常悲愤，怪罪刘封和孟达没有及时救援关羽。孟达非常害怕，担心刘备会治罪于他，而且他与刘封长期不和，刘封仗着他是刘备的养子，肆无忌惮地欺凌他，并将他演奏古乐的乐队都给抢走了。一气之下，孟达便给刘备写了一份书信，然后率领4000多人投降了曹魏。曹丕非常高兴，立即封其为散骑常侍、建武将军，并且将西城郡改名为卫兴郡，然后又将房陵、上庸和卫兴3郡合并为新城郡，任命孟达为新城太守，将西南的重任委托于他。同时派遣夏侯尚和徐晃与孟达一起夺取3郡。孟达给刘封写信，劝他一起投降曹魏，但被刘封拒绝。见曹魏的大军到达，已经投降了蜀汉的申丹和申仪2兄弟，反过来背叛蜀汉，转投了曹魏，共同对付刘封。刘封不敌，只好逃回成都。到达成都后，刘备责备他欺凌孟达，使其投降曹魏，不救援关羽，导致关羽兵败被杀。诸葛亮也考虑到刘封刚烈勇猛，刘备死后难以驾驭，便劝说刘备借机将他除掉。于是刘备便赐刘封自裁。临死之前，刘封叹息道：“我真后悔没有听从孟达的建议，投降曹魏。”孟达刚投奔曹魏的时候，曹丕对他非常器重，桓阶和夏侯尚等人也与孟达关系亲密。可司马懿却认为孟达言行轻巧，不可信任，多次劝说曹丕，但曹丕不听。曹丕病逝后不久，桓阶和夏侯尚也相继去世，孟达便逐渐失宠，开始有些担心。得知诸葛亮来到汉中准备北伐，他便给诸葛亮和孙权同时写信，准备叛逃蜀汉或者东吴。可诸葛亮觉得孟达反复无常，不可重用，于是就想办法让他尽早反叛，借机除掉孟达。他得知孟达与申仪的关系紧张，于是便安排属下将领郭摩假装叛变蜀汉，前往卫兴郡向申仪诈降，并故意将孟达准备投靠蜀汉的事泄露给申仪。
申仪得知后，连忙将此事告诉给屯驻于宛城的司马懿。司马懿担心孟达随时会投奔蜀汉，于是就给他写信，假装劝慰，暂时将其稳住。果然，孟达收到信后便开始犹豫，没有及时投奔蜀汉。而司马懿早就料定了他的做法，写完信后便开始秘密进兵，准备征伐孟达。可此时的孟达还被蒙在鼓里，他给诸葛亮写信说，宛城距离洛阳有800余里，司马懿如果想来攻打我，就必须派人前往洛阳请命，而宛城距离上庸有1200多里，因此来回的路程至少需要1个月，到时候我的城池已经修筑牢固，而且司马懿肯定不会亲自前来，要是其他部将前来，根本不足为虑。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司马懿不仅先斩后奏，没有请命就率军前来，而且是亲自率军，日夜兼程地赶往上庸，只用了8天时间，他的大军便赶到了上庸城下。此时，蜀汉和东吴前来援救孟达的大军也已到达，但被司马懿派人拦截在安桥和木兰塞，即今天的浔阳县以东的汉水北岸，无法赶来救援孟达。上庸城3面环水，孟达便在城外树立木栅，加固城防，司马懿则让大军渡水毁掉木栅，直逼城下。228年正月，司马懿率军猛攻了16天，孟达便抵挡不住了。其外甥邓贤和部将李辅开城投降，魏军冲入上庸城，斩杀了孟达，并将他的首级送往了洛阳。之后，司马懿觉得孟达的叛军反复无常，便将他的其余部众7000余家全部迁往了幽州。魏兴郡的申仪也被逮捕后送往了洛阳。至此，孟达被除，司马懿随后也率军返回了宛城，诸葛亮便准备出兵北伐了。从汉中翻越秦岭，自古有5条路线可走，分别是陈仓道和包斜道、倘洛道和子午道以及岐山道。魏延建议诸葛亮从子午道出兵汉中，但被诸葛亮拒绝，而是让赵云率领疑兵杨庄从包斜道进兵，他自己则亲率大军走岐山道偷袭陇右。那么诸葛亮为何不听魏延的计谋？马谡丢失街亭之后，第1次北伐为何就宣告失败了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马谡失街亭导致诸葛亮的第1次北伐失败，那么为何在同年的冬天，诸葛亮就发动了第2次北伐？这次北伐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导致失败的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诸葛亮第2次北伐及石亭之战。228年，孙权得知诸葛亮与魏军正在陇西大战，便与鄱阳太守周防秘密商议，他让周防假装向曹休投降，吸引曹休的主力前来，趁机将其打败。曹休此时官拜大司马，是曹魏军队的最高统帅，兼领扬州牧，率军驻扎在寿春。周防派遣亲信给曹休送去了投降书，并且说自己受到了孙权的责难，担心被杀，因此请求将鄱阳郡献给曹魏，向曹休投降，希望他能率军前来接应。为了能让曹休相信，孙权一连派遣了好几拨尚书郎前往鄱阳郡，假装调查周防。周防在郡府门口剪下头发，假装谢罪。曹休得知后大喜，相信了周防投诚的真实性，于是便准备亲自率军前去接应。琅琊太守孙礼连忙劝阻，让他切不可孤军深入。可曹休立功心切，不肯听从，亲自率领10万步骑兵从寿春出发，前往宛城接应周防。宛城即今天的安徽省潜山县。曹休出发后，曹睿立即派遣2路大军，同时向东吴挺进。一路由司马懿率领，从宛城出发，进兵攻打江陵；一路由贾逵率领，从西阳即今天的河南省光山县出发，攻打东关。东关位于今天安徽省含山县西南的如须山上。这时，尚书蒋济给曹睿建议说，曹休孤军深入，前往吴地，一旦驻守上游的朱然从背后偷袭，吴军再趁机切断曹休的退路，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因此，应该立即派人前去救援曹休。曹睿这才反应了过来，连忙给司马懿下令，让他停止前进，并让贾逵放弃攻打东关，立即与曹休的大军会合。可此时得知曹休上当之后，孙权连忙赶往宛城，拜陆逊为大都督，并且亲自拿着马鞭为他开路。之后拜朱桓和全琮为左右都督，各率3万兵马前去迎战曹休。
曹休此时也知道自己被周防给骗了，但是他耻于承认自己被骗的事实，而且仰仗着自己兵多将广，决定将计就计，与吴军大战一番。当他率军走到石亭，即今天前山县袁潭镇附近的时候，吴军的3路人马突然杀出，魏军被打得措手不及，立即大败。曹休连忙命令大军撤退，可吴军却在后面紧追不放，魏军被斩杀了1万多人，丢弃的军械车马更是数不胜数，而且前往嘉实的退路也被吴军给阻断了。至此，魏军东南有追兵，西北无退路，士兵们惶恐不安，纷纷叛逃，几乎就要全军覆没了。贾逵此时正在昼夜不停地赶来救援，奔袭了200多里之后，抓到了一名东吴的斥候，从他口中得知曹休的大军已经战败。贾逵的部下认为曹休已经战败，嘉实也被吴军阻断，因此建议贾逵不可深入犯险，应该等后面的援军到来之后再做打算。可贾逵却说，大司马此时危在旦夕，如果让吴军得知大司马没有接应的队伍，就会大胆的追击，所以我们应该急速前进，赶往嘉实。吴军要是知道大司马的援军赶到，必然就会退兵而去。如果我们坐等援军，吴军就会彻底将险路断绝，到了那个时候，就算兵马再多又有何用？于是他率领大军急速行军，赶到了嘉实。之后他让士兵在山口要道竖起很多的旗帜，留下少量士兵不停的擂鼓，其余大军则由他亲自率领，从山口冲出来迎战吴军。吴军以为魏国的救援大军已到，便迅速地撤离战场，至此魏军终于脱离了险境。贾逵将自己的军粮供应给曹休的大军，曹休便得以重新整顿队伍，退回了扬州。然而战争结束之后，曹休对于贾逵的救援不仅不领情，还当场呵斥并埋怨贾逵救援不及时，才导致自己的失败，并且以大司马的身份敕令贾逵帮他捡回丢失的军资器械。贾逵也不惯着他，对他说道：“我是为国家来担任豫州刺史的，不是为你大司马去捡兵器的。”说完便独自引兵而去。随后贾逵和曹休相互上表弹劾对方，曹睿虽然知道贾逵没有过错，但由于曹休是宗室重臣，只能偏向于他，判定双方都没有过错。同年，曹休和贾逵双双病逝。此时驻守汉中的诸葛亮得知曹魏在石亭之战中大败，关中的主力则在张合的率领下前去支援司马懿了，导致关中空虚，正是北伐最好的时机。于是他便准备再次北伐。可是年初刚刚北伐失败，年尾就要再次发动大规模的战争，朝中的大臣们非常不解，纷纷提出非议。为此，诸葛亮再次给刘禅上表，说明了此次讨伐的决心，以及批驳大臣们非议的错误，这便是后出师表。228年12月，诸葛亮亲率数万大军，准备进行第2次北伐。由于第1次北伐失败，武都郡和阴平郡的部分地区被魏军攻占，导致岐山道被阻断，包斜道的100余里栈道则被赵云撤退时给烧毁了。因此，此次北伐只能走陈仓道。然而，曹真早就料定了诸葛亮的行军路线，因此，当赵云在第1次北伐时退走后，他就让郝昭和王生等将领率领1000余人重修陈仓城，等待着蜀军的到来。果然，诸葛亮率领大军从陈仓道而来，越过大散关之后，他们便来到了陈仓城。陈仓城分为上城和下城，上城是齐文公时期修建的，韩信暗渡陈仓时进攻的就是上城，而下城则是郝昭刚刚修建完成，对付蜀军的。诸葛亮的大军到达后，发现陈仓城异常的坚固，而且早有准备，守城的将领还是享有威名的郝昭。于是诸葛亮便找来了郝昭的同乡靳祥，让他前去劝降郝昭。郝昭得知靳祥的来意后，便在城楼上喊话说：“魏国的法规你是知道的，我的为人你也应该清楚，所以你还是别费口舌了，赶紧回去转告诸葛亮，让他率军前来攻城吧。”靳祥无奈，只能回来复命。可诸葛亮并不甘心，派靳祥再次前去劝降，并且让他告诉郝昭，双方的兵力悬殊实在太大，就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。可郝昭的态度依然坚定，还是不肯投降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只能下令攻城了。诸葛亮觉得他属下有数万大军，而郝昭只有1000多人守城，何况
魏国的援军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赶到，因此攻下陈仓城便是易如反掌。于是蜀军数万大军兵临城下，准备攻城。他们架起云梯准备登城，结果云梯却被魏军给烧毁了。蜀军用冲车撞击城门，结果郝昭命人用绳子绑上石磨，砸毁了冲车。诸葛亮制作了100尺高的井字形木栏，让士兵们登上木栏向城里放箭，结果郝昭却在城内筑起了一道城墙。诸葛亮派人用土块填满护城的壕沟，然后向城里挖地道，准备从地道进入城内，可郝昭却在城内横向挖掘地道进行拦截。就这样，诸葛亮的数万大军昼夜不停地攻击了20多天，陈仓城竟然纹丝不动，这让诸葛亮非常的焦急。与此同时，身在洛阳的曹睿也非常的惊慌。曹休的10万大军刚刚战败，司马懿和贾逵等人远在荆州和扬州，关中的主力则跟随张合前往了荆州。此时想将大军调回长安，肯定是来不及了。负责镇守关中的曹真只能防守长安的险要之处，不能亲自前往，只能派遣费耀等将领率领少量兵力前去支援陈仓。无奈之下，曹睿连忙让张合独自赶回，让他率领洛阳城里的3万禁军以及部分武卫军和虎贲军前去迎战诸葛亮。临行前，曹睿担心地询问张合说：“等你率军到达的时候，诸葛亮是不是已经攻下了陈仓城？”可张合却说：“我估计等我到达的时候，恐怕诸葛亮已经都率军撤走了。”正如张合所料，蜀军20多天竟然攻不下陈仓城，大军的粮草马上就要耗尽了。得知魏军的援军正在赶来，诸葛亮明白继续进攻下去已经完全没有胜算了。于是还没等张合的大军到达，诸葛亮便下令撤军了。魏军的将领王双见蜀军撤退，连忙率领骑兵追击，结果却被蜀军击败后斩杀，魏军便不再追击。之后诸葛亮顺利地率领大军退回了汉中。至此，诸葛亮的第2次北伐又以失败告终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诸葛亮的前2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，那么第3次北伐是如何取胜的？此战的战果如何？曹睿派遣3路大军攻伐汉中，最后为何会半途而废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诸葛亮第3次北伐及曹真出兵汉中。228年春，诸葛亮第1次北伐失败，导致武都郡和阴平郡被魏军攻占。同年冬天，他发动了第2次北伐，结果再次以失败告终。大军回到汉中之后，他便发动了第3次北伐。229年春，他任命陈氏为将，率领大军前去夺回武都郡和阴平郡。于是陈氏便率军来到了武都城，命令大军开始攻城。由于曹魏的守军兵力薄弱，抵挡不住陈氏的进攻，急忙请求支援。雍州刺史郭淮急忙率军前来救援。诸葛亮得知后，亲自率领主力前往，将大军驻扎在建威，以牵制郭淮。建威即今天甘肃省武都区东北的龙坝乡。魏军见诸葛亮的主力到达，自知不是敌手，便立即弃城而逃。至此，武都郡和阴平郡便重新回到了蜀汉的版图。魏军撤走之后，诸葛亮并没有贸然进军北伐，而是留下部队巩固防线，安抚周边氐人和羌人的部落，确保两军的稳定。他自己则率军返回了汉中。刘禅得知后，立即恢复了诸葛亮丞相的职位。同年冬天，诸葛亮将大营移到了南山的土原之上，并且修建了汉城和越城，以加强对汉中的防守。汉城位于定军山以东的元山和牧营附近，越城则位于淌洛道的出口，今天成固县以北的小河口。接下来，我们来了解一下曹魏此时的动态。曹休病逝之后，大司马之职便由曹真继任。所谓新官上任3把火，曹真当上大司马之后，便立即给曹睿上表说，蜀汉的诸葛亮多次侵犯边境，我们都是被动防御，不如主动出击，攻打汉中。曹睿采纳了他的建议，同意让他从包斜道进兵，前去攻打汉中。然而，身为司空的陈群却极力反对。陈群，字长文，颍川郡许县人，即今天河南许昌人。刘备当上豫州刺史的时候，任命陈群为别驾。
别驾是统管州府事务的官职，由于官职较高，出巡时不和刺史同车，而是另外乘坐车辆，因此被称为别驾。刘备被吕布打败之后，陈群无处可去，只能避难于徐州。之后，他被曹操征召为司空西曹院属，从此便成为了曹操的属下。曹丕临终之时，他与曹真和司马懿等人被钦定为辅政大臣，之后升任为司空，成为了三公之一。他认为攻打汉中最为困难的便是运送军粮。当年曹操攻打汉中的张鲁，担心粮草不足，便让大军携带了很多的豆麦，以增添军粮。可最后还是因为军粮不济，差点就退兵而回了。何况包斜道异常险阻，转运粮草的时候必然会遭到蜀军的劫掠。如果不留重兵把守，粮草容易被抢；如果留下重兵把守，则劳损战士。这些因素不可不加考虑啊。曹睿听后便有些犹豫，立即驳回了曹真从包斜道出兵的计划。可曹真并不死心，既然包斜道不可走，那他就走子午道。于是他再次给曹睿上表，请求从子午道出兵汉中。曹睿拿不定主意，让人找来陈群商议。陈群则陈述了不能从子午道出兵的理由，而且他认为如此大规模的征战，花费必然是巨大的，所以不建议出兵汉中。于是曹睿就将陈群的意见让人送给曹真观看，让他作为参考。可没想到的是，曹真拿到曹睿的诏书之后，立即下令出兵。属下的将领不解，他便解释说，皇帝只是让我参考陈群的意见，可并没有拒绝让我出兵啊。于是曹真便率领大军准备从子午道进攻汉中。曹睿得知曹真出兵后，并没有阻拦，而是亲自前往许都坐镇指挥。他让司马懿从荆州出发，沿着汉水西进，从西城郡进攻汉中，同时让张合率军从包斜道进兵。三路大军在汉中会师，共同攻打诸葛亮。诸葛亮得知魏军的三路大军已经出发，连忙下令加强城固和赤坂等地的防守。城固即今天陕西省的城固县，赤坂即今天陕西省洋县以东20里的龙亭山。随后他让李严从江州出发，率领2万人马赶赴汉中，共同阻击敌人。由于子午道的道路险阻，行军异常缓慢，于是曹真便任命夏侯霸为先锋，率军先行。夏侯霸率领先锋部队轻装简行，来到了兴市围，然后他便在曲折的山谷之中安营扎寨。兴市围位于今天陕西省洋县东北的兴市山及今天的汉王山。结果他们的行踪被汉中的百姓发现后，告诉给了蜀军。诸葛亮立即命令大军前去攻打，夏侯霸不敌，幸好魏国的援军及时赶到，夏侯霸才得以解围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天空下起了大雨，而且大雨连绵不绝，竟然下了30多天不停。在大雨的冲刷下，本来就异常难走的栈道还被雨水给冲断了，导致曹真的主力大军行进了1个多月，还没走出一半的路程。这时朝中的大臣们不停地给曹睿上表，劝他撤兵。首先是华歆，他给曹睿上表说，为国者应以民为基，民以衣食为本，因此应该注重农业生产，安定百姓。如果魏国的百姓没有饥寒的忧患，没有背井离乡的心情，那么天下就能治理好，东吴和蜀地的百姓也会归附。杨阜则告诉曹睿说，大军刚刚出发就遇上了大雨，导致将士们被阻隔在崇山峻岭之中，现在转运粮草非常的艰难，费用也非常巨大，如果不能提供后继，一定是事与愿违，这可不是用兵之道啊。随后王肃也来劝谏曹睿罢兵。王肃是司徒王朗的儿子，在《三国演义》里，王朗是被诸葛亮活活给骂死的，但在正史之中，王朗压根就没有随军出征，而是在诸葛亮第1次北伐的当年寿终正寝，病逝于许都。9月，曹睿听取了众臣的建议，无奈地下达了撤军的命令，曹真等人只能罢兵而回。第2年，曹真病逝于洛阳。诸葛亮得知曹魏撤兵之后，立即派遣魏延和吴懿率军前往南安郡，攻打曹魏的陇西之地。大军到达阳西的时候，遇到了曹魏的后将军费耀以及雍州刺史郭淮。阳西即今天甘肃省武山县西南。随后两军便在这里展开激战，
结果费耀和郭淮不敌，大败而归。这为诸葛亮的第4次北伐扫清了障碍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诸葛亮的第4次北伐是最有希望成功的一次，而且为了解决军粮运送困难的问题，他还发明了木牛流马。可最后为何还是因为军粮供应不足的问题罢兵而回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诸葛亮第4次北伐及司马懿魏蜀如魏虎。231年2月，得知陇西之地半年没有下雨，诸葛亮决定再次出兵陇西，这便是他第4次北伐，也是第2次兵出祁山。无论从汉中出兵曹魏，还是从曹魏出兵汉中，都需要翻越秦岭，因此作为进攻方，最为困难的便是运送军粮。为了解决这个难题，一方面诸葛亮让同为托孤重臣的李严负责督运粮草，另一方面他发明了至今都无人能够真正复原的木牛和流马。关于木牛流马的具体样貌有很多种说法，按照《宋史》记载，木牛流马其实是一种独轮的小车，其中木牛是具有前辕的独轮车，可供牲畜或者人力拉着走，木马则没有前辕，全靠人力推行。《祖冲之传》则记载，木牛流马里有独特的自动机械装置，不需要牲畜或者人力便可自动前行。《三国志》的造木牛之法中记载，木牛需要2个人协同使用，一个人负责前面拉，一个人负责后面推，载重高达1岁粮，即1名士兵1年的口粮，相当于今天的400斤左右。关于行进速度，如果单独行动，每天可走10里；一起行动，则每天可走20里。总之，有了这个东西之后，诸葛亮再也不用担心军粮运输的问题了。3月，诸葛亮的大军到达了澧县以东23公里的岐山堡。此时，魏军在岐山堡驻扎着一支数千人的军队，由贾似和魏平率领，郭淮和费耀则驻守在上邽。于是，诸葛亮让王平率领一支军队前去攻打岐山堡，他自己则亲率主力越过西县，向上邽挺进。西县即今天的甘肃省礼县盐官镇，也被称为鲁城。由于这里有高浓度的卤水从地下涌出，自古就盛产水盐，因而得名鲁城。驻守上邽的郭淮和费耀刚被魏延和吴懿打败不久，此时得知诸葛亮率领主力大军前来攻打，不敢出城迎战，只能龟缩城里固守待援。于是诸葛亮便打起了上邽周围小麦的主意。史书上记载的是山上邽之麦，山的本意是铲除杂草，因此由于当时小麦尚未成熟，诸葛亮派兵将上邽附近的小麦全部收割，目的并不是充当军粮，而是毁掉魏军的粮草储备。再来看曹魏方面，曹睿得知诸葛亮出兵陇西后，便准备派遣大军前去救援。可是就在诸葛亮的大军到达陇西的当月，刚刚就任大司马的曹真就病逝了。于是曹睿便派遣司马懿率军前往，张合等人跟随。那么曹睿为何要让司马懿领兵，而不是张合呢？要知道，诸葛亮第1次兵出祁山，可是被张合打败的。首先，曹操自起兵以来，一直依靠的都是曹氏的宗族以及夏侯氏。可是随着曹休和曹真、夏侯尚和夏侯惇等人的去世，曹氏和夏侯氏已经后继无人，于是曹睿才不得已启用了司马懿等人。至于不用张合，主要考虑到他是官渡之战时从袁绍阵营投降过来的降将，因此虽然他屡立战功，但始终不能被最大程度的重用。不多时，司马懿的大军便抵达了扶风郡的鱼糜县，即今天宝鸡市的千阳县。这时张合给司马懿建议，让他留守一部分兵力驻扎在雍城和眉县，确保后方的安全，可被司马懿拒绝。司马懿认为诸葛亮此次出兵势在必得，如果前军抵挡不住，分兵只会让蜀军各个击破，重演当年英布叛乱击败楚国3路大军的悲剧。于是他率领全部援军日夜兼程，从陇关道前往上邽。大军到达上邽以东的时候，司马懿考虑到蜀军劳师远征，粮草补给必定困难，而且他自己也是长途奔袭而来，不宜立即出战。于是他便据险而守，将大军驻扎在上牧城，诸葛亮则率军驻扎在下牧城，双方便在这里展开了对峙。不久之后，诸葛亮为了避免战线拉得太长，决定率军后撤。
见蜀军撤退，司马懿让费耀和戴陵率领4000人防守上邽，其余主力则由他亲自率领，尾随着诸葛亮的大军行进。而且每当占据险要之地，他便命令士兵挖掘堑壕，防止诸葛亮偷袭。期间，他让部将牛金率领轻骑出击，引诱诸葛亮出兵。然而诸葛亮也不应战，继续率领大军后撤，一直退到了鲁城。然后他兵分2路，占据了南北2山，依托山势扎下营盘，同时派人筑堤断水，阻挡魏军。司马懿则就近登山掘营，与蜀军在鲁城再次展开对峙。魏军的将领们见司马懿一路尾随而来，不敢与诸葛亮开战，都非常的憋屈，于是纷纷请求出战，可司马懿就是不答应出兵。张合也按耐不住，再次给司马懿献计说，诸葛亮远道而来，孤军粮少，岐山堡的守军得知我们的主力大军到达后，必然会固守要塞，因此我们应该屯兵于此，然后派出骑兵绕到敌人的后方，包抄蜀军，截断其后路。如果继续这样避敌不战，恐怕只会坐失灭亡啊！可司马懿再次拒绝了张合的建议。此时的岐山堡还未被攻破，但完全被蜀军隔离。贾似和魏平不断地派人向司马懿求救，可司马懿却未派一兵一卒。魏国的将领们忍无可忍，便讥笑司马懿说：“你为蜀如为虎，就不怕被天下人耻笑吗？”正在这时，诸葛亮为了引诱司马懿出兵，主动将围攻岐山堡的军队撤回鲁城，自断后路。司马懿见属下的将领们群情激愤，如果再不出兵，恐怕军心不稳，于是只能下定决心，准备向诸葛亮发动进攻。5月，魏军兵分2路出击，一路由司马懿亲自率领，进攻鲁城以北的诸葛亮主力；一路由张合率领，进攻鲁城以南的王平，力图以前行攻势击败诸葛亮。至此，鲁城之战正式打响。然而，关于此战最后的结局，史书记载各有不同。按照《晋书》的记载，此战司马懿大胜；汉晋春秋则记载诸葛亮大胜，并且斩获了魏军的首级3000级，获得玄铠5000，角弩3100张。《三国志》则记载，司马懿负责攻打诸葛亮，张合负责攻打王平，但由于王平坚守不出，张合未能攻下。总之，司马懿的这次进攻并没有取得战略上的胜利，而且此时魏军的旧粮即将耗尽，新粮则被诸葛亮提前给收割了。司马懿无奈，只能从长安调拨军粮。为了缩短补给线，司马懿决定将大军撤回上邽。见魏军撤退后，诸葛亮立即率军追击，双方在上邽附近继续展开激战。到了6月份，诸葛亮的粮草供应也出现了问题。由于阴雨连绵不绝，致使道路泥泞难行，早该到达的军粮却迟迟不见踪影，这让诸葛亮非常的着急。于是他连忙给李严写信商议说，鉴于目前的情况，有3条计策可行。其中上策是从汉中出兵攻打雍城和眉县，阻断魏军从关中通往陇右的粮道，这便是张合当时建议司马懿在雍城和眉县留守兵力的原因。中策是保证大军的粮草供应，这样蜀军便可与魏军打持久战和消耗战。至于下策，如果李严实在不能保证粮草供应，那就及时告知他要做好退兵的准备。可见，无论最终采取哪个计策，主要取决于李严的军粮供应情况。不多时，参军马忠和督军程蕃从汉中赶来上邽，并且带着刘禅的口谕，命令诸葛亮立即撤军。诸葛亮听后仰天长叹，形势如此大好的战役，又是因为军粮不济，只能再次无功而返了。于是诸葛亮无奈地下达了撤军的命令。司马懿得知诸葛亮准备撤军，立即命令张合率军追击，可张合反对说，兵法有云，为师必却，归师勿遏，此时追击诸葛亮必定会遭遇蜀军的埋伏，定不可行。可司马懿再次否决了张合的建议，并且以主帅的名义强行命令他立即出兵。张合无奈，只能率兵前去追击。当他追到木门谷的时候，蜀军果然在这里埋伏了重兵。刹那间，蜀军万箭齐发，喊杀声四起。张合的右膝不幸中箭，由于伤势过重，一命呜呼了。至此，曹操麾下的5子良将全部退出了历史舞台。张合战败后，司马懿不敢继续派兵追击，
诸葛亮便顺利地率军返回了汉中。至此，第4次北伐又以失败告终了。可这次北伐的失败让他非常的窝火。当他回到汉中之后，李严却假装惊讶地询问诸葛亮说：“军粮非常充足，丞相为何要退兵呢？”他明知自己督运军粮不利，可不但不悔改，还想把此战失败的责任推卸在诸葛亮的身上。诸葛亮质问他说：“军粮既然充足，为何没有送到前线呢？”李严却表现得非常无辜，下令逮捕了具体运送军粮的岑述，继续推卸自己的责任。随后，他还给刘禅上表说，诸葛亮之所以退兵，采取的是诱敌之计，准备将敌人引来之后与其决战。对于李严的这些小动作，诸葛亮并不与他争辩，而是将他过往的所有往来文书拿来查看，发现他所说的话前后矛盾，漏洞百出。而且他还得知，刘禅并没有让他撤兵，就连马忠和程蕃捎给他的口谕，都是李严假传圣旨，有意安排的。当诸葛亮将所有证据都摆在李严面前的时候，他才词穷理屈，开始叩头认罪。随后，诸葛亮给刘禅上表，将李严贬为庶人，流放到梓潼郡。李严的儿子李丰则被没收兵权，改任为从事中郎。至此，诸葛亮最有希望的第4次北伐毁在了李严的手里，大军无功而返。